多多干杯，干干杯，为了心动的美味。多多干杯，干干杯，默契翻倍，干干杯。柠檬多多多，多多柠檬茶，胜利多多多，多多干杯吧。赛场就位，开启美味。华莱士手工果粉，我有绝招，精准控温，这波操作稳准狠，现炸才够脆，热辣多汁，一战美味来袭，一口回血，只要香脆炸鸡，不要脆皮人设，这是胜利的滋味，忍不住的欢呼，庆功时刻有华莱士，吃得香，赢得爽，吃华莱士，获益炸鸡迷局。欢迎来到2026第5人格深渊的呼唤9中国大陆赛区预选赛的比赛现场，我是主持人月明，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队登场。初见锋芒，一战成王，欢迎 CJ 战队。回家的必然不是我们，而是你们。欢迎陶陶、北路、四雨、胡歌、金闪闪、唏嘘、杨帆，欢迎 CJ 战队。奋挥浩宇，振臂八荒，欢迎 FPX 朱雀战队。必上。欢迎一花、远、君少天、东玄、3岁、玉林，欢迎 FPX 朱雀战队。这里是第1周第3天第4场的比赛，由 CJ 对阵 FPX 朱雀。接下来的比赛，让我们共同期待。欢迎各位回到 CV9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初夏。大家好，我是解说安酱，马上为您带来是今天的第4场比赛，由 CJ 对阵朱雀。那这样的话，已经是到了我们 A 组的一个败者组的比赛了，也就是比较残酷嘛。如果这一场比赛谁再落败的话，可能就直接无缘我们的一个舞台了。是的，现在已经没有容错了，所以对于2支队伍来讲呢，你现在有了多少的准备，现在得赶紧拿出来。对，哎，包括说前2天中间有一个调整的时间嘛，看一下大家的状态到底有没有回升回来。对，你像现在这种生死局的话，就是双方压力都比较大嘛，但是我相信这场比赛也会非常的精彩。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地图的选择。哎，看到朱雀搬掉了湖景村跟月亮河，没错，因为今天是 CG 他们的一个主场选图，那么选择了永眠镇。哦，那拿这张地图的话，感觉还是一个硬实力的交锋啊。对，还是比较军事啊，尤其是感觉 CJ 这边监管啊是有一手救护露头的嘛，感觉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威慑摆在这里。是的，因为他们自己的监管者可以发挥，求生者呢也能够去打一些体系。那么同样的，对于朱雀来讲，这张地图呢，他们的监管和求生也能够去反制一些套路。那就看一下双方可能在第1局一上来还是一个试探，对吧？看看谁的一个硬实力、硬核的一个状态，临场的发挥更好。对，主要还是第1局下来嘛，尤其是求生这边，你面对的就是4大天王出一个，或者是对面的一个拿手救火，哪一个对你们来讲的话都是蛮有压力的。是的，是的。
尤其是在当前的一个版本情况下，对吧？大家是选角没有那么固定，那哪怕说我一上来做好了一些应对的准备，但是对手可能我一个摇摆，对吧？掏出一个蜡像师啊，或者一个艾维啊，你可能还会有一些防不胜防。对，我觉得还是局内的一个牵制思路要做到一个很及时的调整。是的，是的，类型的一个监管，其实它中间的一个差别还是蛮大的。没错，所以现在的话也是就尽可能的4个角色都能够有一些防范吧。然后以及说在选角上面，对吧？我可以提前的去做一些布局，引诱对手进行一些选择。那也是看到今天的话是 CJ 的主场赢朱雀的客场。没错。那也是看一下这边 CJ 的成员：陶陶、北路、思雨、胡歌、金闪闪、唏嘘、杨帆。没错。好，那这样的话是同样是朱雀的一花远、君傲天、东玄、3岁、玉林。都是大家的第2场比赛了，是的，大家已经是对他们非常熟悉了。对，我觉得现在就是比较期待今天2支队伍他们的一个对撞嘛，因为毕竟在我们的一个败者组属于是生死之战。对，就一点点差错都容易出。对，而且还是个 BO3赛制嘛，其实胜负就在一瞬间的一个事情。对对对，就不管你说你现在是民间队也好，是职业队也罢，对吧？你这个出局的压力还是实打实的嘛。都只有1条命在这里啊。是的。说还是比较期待第1局。其实永眠镇这张图的话，我觉得留给大家的一个发挥空间也都蛮大的。没错。而且最近我们看下来，其实第1局求生这边能拿下平局，甚至说3跑的一个概率也越来越大了。这个倒是啊，尤其是刚才那一场也是看到了嘛，对吧？就求生者他通过一些体系的一个配合，我可能有一些医生的陪跑啊，宙斯的一个 OB 啊，这样的话能把我们前期的一个节奏给稳固住，后期的3跑面就大大提高了。是的，感觉到也是很考验我们的一个监管选手，面对到这样的一个高频率的打团，你到底能不能应付得来？没错。是看到由 CJ 的求生先上。是的。就总结了一下，还是说这个版本可能这个医生真的要尊重一下班位了，班调吧。这边的话也是金闪闪，他的局演得分11739，局均牵制101.81秒，还是非常高的。是的，他的演绎得分是排在第2名的。常规角色呢也是木偶师跟飞行家嘛，在队内是属于一个辅救位，以及说第1局可能他要进行一个牵制的职责。对，其实这2个角色的话，基本每局无论是16还是26，总归是要被追一追的。是的，是的，就现在就很多队伍他们就研究什么呢？我让我的木偶师或者飞行家我来带一个牵制的天赋，让我的其他角色去带这个化险为夷。那看一下这边是唏嘘队内的一个救人位，他的演绎分6964啊，牵制时间71.99，均救人1次啊。位移进度的话46.5，是首次击倒前的一个牵制时间是55.24秒。对，唏嘘的话，他也是队内的一个主救人位嘛，对吧？哭泣小丑、大副。其实这个版本的话，你像哭手确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很多监管，你像这种杂货商、蜡像师，他们还是蛮怕拉距离的。而且的话，其实现在确实救人这个点嘛，不一定非要放到常规救人位身上。是的，是的，谁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我有这种位移能力啊，我是不怕你的拦截，而且呢，在椅子面前的博弈上来讲，我这个炸救就很有说法了。是的。好，那也是看一下这边杨帆，他的演绎得分10039，排在了第7，牵制54.34，局均救人1次，破译进度是329.5，是排在了第1的。哇，这个超能修。对。这修了一个300多的进度出来，然后他的常角色呢是入殓是个谋师嘛，可能监管者的话就不是特别的愿意去追他，拿他续节奏。包括说入殓的话，其实我觉得每次的一个比赛场上，他的一个登场率还蛮高的。是。很多时候就做一个说都下线的一个存在，我就先拿出来。就他也没有太多调整，反正我的机制摆在这里，你总会有需要我的时候。是的。这个角色确实也是一直在我们的赛场上面是经久不衰的那种感觉啊。来看一下北路啊，他的演绎得分8352，局牵制65.55，也是局均救人1次，破译进度192.5。常用角色是气象跟古董商。对的，2手的一个辅助跟 OB 位嘛。其实这个版本的话，求生者能够去拿的体系角色真的非常之多了，对吧？对，像我们前面看到的，比较热门的这个咒术师，然后我们这些古董商啊，然后弓箭手啊，你看软辅这边气象，然后还有昆虫，对吧？你说可能以前你有些速修的时候，那你拿一个邮差也是不错的。不错啊，我感觉现在无论是哪一种体系，只要大家发挥得当，都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没错。这也是 CJ 的教练萧九。看他们今天有没有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招都端上来？对，今天再不拿的话就没机会了。是的。如果说他们能从败者组一路杀上去的话，那也是一段佳话。对，
非常值得传唱。那看一下朱雀战队的监管者东玄，他的常用角色呢是杂货商跟艾维，然后演绎得分呢是9279，有4.5的击倒，1.5的淘汰和86的一个局限击倒用池。是因为看到目前东玄他在本次深渊登场的一些角色还是比较偏向于一些追击跟控场啊，所以说他的一个击倒时间还是会相对来讲久了一些。确实就能够感觉得出来，这个版本的话，你使用一些控场型的监管，你的追人压力还是比较大。对。而且你如果说你想去把这个雪球给滚起来的话，其实还是要看你中间的一个铺垫。而东玄他其实是一个比较会去给自己埋伏笔、对抓机会的一个选手。你看到这边的话是朱雀的教练头鱼，还是比较考验第一局双方的一个班选了。因为像东玄上一场比赛的话，在永眠镇是直接拿出了一手艾维的。这个我觉得可能也会有点让对面出乎意料，因为一般来讲正常我还是可能优先去防一些不掉羊这样的角色。是的，是的。而且第一局上来，我觉得最多选一个气象去充当一个补充状态的一个点嘛。对，可能其他的像调酒心理是很难拿出来的。对的，对的。所以说，你如果说这个医生进班位的话，其实对于求生者他们去补状态压力还是有的。对。而你像气象的话，它的一个道具的耐久度嘛，现在的一个消耗也是比较大。所以你要玩好气象，你还得自己去规划一下这个道具的使用。是的，就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定的考验。包括说这张图，我觉得对于东玄来讲能变的手也比较多，包括梦之女巫的话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发挥空间。没错。所以说要考虑的还是会比较多一点啊，看你要拿出一个自己打起来会舒服一点的一个阵容。当然了，我觉得求生者他们肯定也会提前的去做一些规划嘛，就比如说。感觉你不同的一个地图，对吧？然后我怎么样去应对你这个艾维啊，或者应对你这个女巫，反正是会有自己的一个思路的。是的。然后也是看到我们现场的应援，或者说感觉选手自己的话也是在给自己加油打气。是。就能听到他们去对于自己来讲还是要去给到一些信心嘛。来吧，我们的一个 BP 画面。看到东玄上来就直接把先知跟医生给摁掉了，还是控场型监管非常讨厌的两个角色了。非常明智的选择，就把这两手角色直接给你摁掉。求生的话是选择了木偶跟咒术师。这样的话是有一个体系在的。这个木偶师的话，如果说你再去追我这个咒师来 OB 效果就很好了。是的。把你有弓箭以后的话呢，求生是选择了一个稳定牵制。对。最后一手应该是集中在大副这样的阵容位置上。是，看他要不要拿吧。但选择了佣兵。对，他为什么不拿这个大副呢？他是有考虑到说，我如果监管者带一个那个巡视者，要选一个女巫过来追我，我可能是要被变成一个突破口。是的。佣兵的话就比较综合性的一个阵容位了。对。因为其实这2天是有像什么艾维啊过来开局去寄宿大副，或者说梦之女巫我去放狗，然后还有这种什么喧嚣去追守墓人。对，其实我们刚才也有一把，就是他这个歌剧，我假装去追起点站的人，结果一个回溯回来去抓你这个救人位。是的。所以说，我觉得 CG 这边考虑的还是蛮周到的，已经是把能想到的一些点都给尽量的防范了。对，我觉得这张地图直接选一个佣兵的话，也是隔断了你从救人位上去找突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是的。佣兵的话还是有很难有什么角色说我开局可以追他的。对对对。看东玄的一个决策吧。其实这个阵容的话，你现在补状态也是有难度的嘛。没错。毕竟护摸的一个速度也会比较慢。直接来台球手。台球手。这东玄的台球手的话，我们私下是知道他的一个熟练度是很高的，但是一直没在赛场上见过。感觉就是，怎么说呢？他之前就为这个角色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跟准备，花了很多心血。对对，但是可能在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个场合，他是提前被对手给ban掉了，然后没有太好的一个机会去选出来。所以这一次的一个深渊能感受到他是非常热衷于选这个角色的。是看一下他的一个台球手能不能打出来效果。是的，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选点，因为其实台球手登场的一个次数也比较多了，但是目前看下来能直接去完成一个4抓的局面还是相对来讲少一些。所以大部分的一个对局还都是以平局为主。是，所以说我们也是来看一下他能否在永眠这张地图去打出一个效果嘛。这样的话也是看一下，选择了一个还在犹豫啊。对。像魔术跟咒术的点，他们会有点纠结。是，像台球这个角色，他的这个节奏感真的是跟其他监管不一样的，他是很需要你自己去掌控好他怎么样自己用这个接球点的规划，我用多少的点去追人，多少的点手椅，然后封密码机。是的。
还是得看你的击球点利用率到底高不高嘛。如果对说一局放了太多无意义的击球点的话，是自己的节奏真的会差很多。对，它其实它的整体思路其实跟蜘蛛有点像，哎我怎么样去规划好我的这个蛛丝，对吧？规划好我这个击球点。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天赋的携带，那球生这边的话也是带了3个化险为夷。是的，也是比较保稳的一个3化险为夷的策略嘛。是的，宙斯是一个双弹加飞轮，监管者这边是一个张狂然后挽留的一套天赋。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对局是由朱雀的监管者对阵 CJ 的求生者，由解说安酱和解说初夏为您带来 COA 实时赛况解说。看一下他前期的一个追击选择嘛，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台球手的话，他还是需要去慢慢的推进自己的节奏的。基本上还是要看自己的一个一阶跟闪现的一个使用。是前期可能就是属于一个先驱赶的一个节奏。同时看能不能顺手也封一封密码机。没错，直接是交出自己的一个击球点。应该想要去逼迫掉求生者，把这边的板子都给拍掉。先消耗一下资源。是。这样的话，进入到空地，其实，是可能需要去变身了。对，他这个位置就比较危险了，因为板区资源已经被踩掉了。现在要强行变身进点了。还好，叫路易格挡一刀。这样的话也是，东玄这边的存在感比较多了。是的，他选择先优先封锁密码机，然后等自己的一个技能好，可能配合自己的一个主球再进行追击。是的，现在一阶已经开启了，包括说自己的技能也马上好。是的，移速也叠起来，这个路易感觉还得交。看一下主球有没有释放的 C 空间，想打一个交互球，但这根线没有拉到，可惜已经翻出去了。那莫偶师这边是防的非常好，看一下能不能路易挡一下闪现，还是被骗到了。对，东玄这边的话有个很明显的蓄力出刀。是的。那接下来这一波可能就比较难去进行牵制了。莫偶师的话，他其实已经牵制的比较到位了，每一波的刀都防得很好。但比较可惜是有一直干扰到红蝶亭这边那个密码机。对，就本来我是已经6-3台了，但是呢，他因为提前的去退了我这一台，所以导致呢现在只有一个2台半不到的进度。是的。看一下西区这边先在外面去卡一卡。像佣兵的话，他救人还是比较稳健的，可以远程一个护腕弹到以前。对，也不是很怕你用主球把我卡过半。是的。一个主球。那这样的话是一个无伤救人，很赚啊。是的，不过他这样的话也是达到了一个针对隔绝了莫偶师在进行2次牵制的一个想法。是的。对于求生来讲的话，他们这个节奏其实无伤救人去往平局的方向发展也是不错的。是的。主要外面的化险为夷也比较多嘛。对。下一波如果让魔术再来救一下的话，密码机的进度还是会比较多的。而且其实宙斯他这把还没有进行一个发挥嘛。等下可以考虑说让魔师开一个化险为夷，然后木偶师倒一个角落，再把宙斯叫过来看能不能进行一个陪跑。那东玄的话也是想着你肯定是要往第2个化险为夷那边倒啊，所以说我把你往远挂一挂，再去管一下西区这边的一个密码。对，他等于是同时守住了独洞跟红蝶河的一个密码机。是。但满状态的话，也是说如果继续让佣兵救也可以啊，毕竟下来的话，木偶师是有牵制能力的。确实，这样省一个化险为夷留在开门战，可能会成为一个伏笔。是的，这边淘汰进度其实还蛮充裕的。对，主球的话是选择交给了外置位的魔术，强行开一刀佣兵，那看一下木偶能不能进行一个3-6了。但只要他下野之后把这段变身已经交过了，一旦东玄这边踢进身位还是比较难牵制的。是的。看一下金闪闪这边能跟他有没有一个汇合。而且，台球手的话，他这个踩板太快了。对。这板区资源的话不是很好去利用。这边已经要倒，不过咒术师是已经过来了。没错，就看咒术师能为队伍争取多久的一个时间了。就感觉佣兵那台密码机真的是修了一整局。这个主球被锁住了，那可以赶紧牵人跑。完了，被关起来了，有点可惜啊。那这样挂飞之后，其实还剩大半台密码机。因为其实咒师他刚才是有飞轮的，他是可以去操作一下的。对。但是可惜没有说去反应的过来，躲掉这个主球的一个推杆嘛。这边过来以后，密码机正好亮掉了。是的。
也算是为队伍挽回了一些节奏。这样的话，对于监管者来讲，他可能要去守远端的那一台密码机了。对，现在就剩墓地、红内廷跟中场这3台。是的，而监管者的一个击球点并没有那么多，是的，现在还是不太富裕的。而且外面的一个状态都比较好，所以说直接闪现把佣兵这边先进入一个倒地状态。是的，这样的话可能能直接去衔接上第2手的一个节奏啊。以上有人之后的话，可以再去管一下红内廷那边，因为那台密码机才刚刚一半。是的，现在可以看到是魔术师在破译，然后可能让咒术师直接贴过来。看一下监管者这边是选择守乙，还是要打一个控场？先去摊一下咒术的刀。那这样的话，其实密码机就已经是能够压好一个状态。对，而且红联合那条击球线是掉了。对，这样等它过去以后的话，密码机是可以正好亮掉。考虑的直接强开，看一下魔师的扛压，这个反走，哇，还是非常秀的。主要也是你刚刚闪现刚交到佣兵身上嘛，所以说其实现在你的一个击倒能力并没有那么强。对，那墓地门破译的其实很快，而佣兵是一个满状态，他其实可以选择硬开，可以强吃。这里是可以搏一搏的，门能开，看一下只要不震慑，骗一刀卡住门口中间的这个隘口，但是佣兵有护岸，但是可以放一个主球在这里。是的，好像佣兵是有点走不掉了。骗一刀，应该是就要倒在这里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个门开完了，但是过不去嘛。但其实球商现在手里还有一个化险为夷在，而且这个门是已经开掉的。对，这一局其实对球人来讲，他们是有一个争3的面的，因为魔术师身上这个化险为夷非常关键，而佣兵的话这里还能对，本身离门就比较近嘛，我手里还有个护腕在。只要2个人能够去创造一个给魔术师贴近椅子的机会，那就是有一个3跑的可能。不过目前其实佣兵他那个淘汰进度是撑不到这个挽留结束的。对对对，所以说他们需要一边去吸引监管者的注意力，另外一边来进行一个救人。是的，我还是会有一点难，毕竟这边还是会有一个主球的压力摆。是，感觉咒术的话，看能不能去交猴打断一下这边的一个监管者。哎，救下来了，连空了好几刀，让魔术把人给掏下来了，给一个主球，但是化险为夷的一个时间，这边想把人尽量的抬远。抬到了2楼上，好细节呀！那这个可能想冲地窖啊！我是还手走地窖，对，这边是有地窖的，这个化险为夷时间好像够。龙轩这边第2时间反应过来，能捡起来，能双方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差神一点点。但凡不是这个2楼放到平地的话，都在秀。说实话，这一波双方的一个拉扯，真的就是咒师以及魔师他们之间那个配合，把这个人掏下来的时候。当时其实我们已经认为就必3跑，监管者败局已定。对对。但其实台球手他还有最后的一个机会，也是东玄他把握住了，把你这个人抓回来。他其实放在1楼的话，你还是能走。对。不管说是去冲这边那个地窖，还是去走门，都有机会。但他非常的巧妙，把这个人抓到了这个独栋的2楼。对吧？他抓到中间的2楼上面，那你下来再去走门走掉的一个时间，浪费了几秒钟。其实最后也就差那几秒钟。是，因为你落地的这些时间也都非常的宝贵啊！我不得不说，这一手其实是太精彩了。我们最后这开门战，首先从2个人顶着一个挽留的状态下，优先还是让魔术师把人救下来，就已经非常不可思议了。哎，但是真的就是属于这一局的胜负就在一念间了。你想，当时如果说他打到了魔术或者咒术的任何一个人，对。那比如说我们打的咒术师，就算这个魔师把这个圈套出来，他这个主球可能还能留一个，还能做到刚刚同样的操作。对，他是有可能去打一个多抓的。是，是看到上一把的一个赛后数据啊，金闪闪破译了240，牵制49秒；西区破译了140，救人2次，牵制83秒。杨帆的话是破译了296，牵制36秒，救人1次，以及北路牵制了93秒。是的，那这边的话呢？东玄也是命中了11次，然后叫了6次嘛，双方是在第1局里面先打成了一个平手。那对于 C 来讲，我觉得也是比较燃尽吧，对吧？真的是差一点点就3跑了。那东玄这边也是后期处理的比较好嘛，就等于双方试探了一下，我们都是一个平局，那就看换边，对吧 ？CG 的一个监管，因为毕竟他们自己主场选图，是这个时候是得让你的监管者能够去站出来，去发挥拿到一个多抓的。那同样对于朱雀这边来讲的话，这把也是尽量要先做到一个保平，就千万不能被多抓，因为一旦多抓的话，可能第一个大分就直接送出去了。对，那朱雀的求生者他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自己有一些操作，有一些配合嘛，对吧？就你看了刚才这把求生者，你也是感觉会燃起来。自己这边觉得，哎，
我们也来 combo 一下。是的，是的，是的。然后现在这也像我们赛前讲的，能打的配合实在太多了。你看，就单单是多了一个化险为夷，我们都有这么多的操作空间。是的，看能不能，也是争一争嘛。因为前面其实也有很多这种永眠阵多跑的局。就感觉这张图其实还蛮有说法，一个是门呐、跟椅子，以及说地窖的点位还都挺讲究的。是的，是的，就是有几个跑几个了。所以说呢，也是比较期待吧。因为这个下半场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第2局跟第3局的一个思路嘛。是的，是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换边了。是的，看一下选手的数据，3岁，他的一个常规角色呢也是前锋跟谋士。你的分呢是5268，有63的牵制，1次的一个救人，36的破译和50的逃跑率。3岁的话，其实他还是比较偏向于一个个人操作的选手了。是的，是的。那些操作位置跟 OB 位，他是打得非常不错的。他的一个个人能力是非常强。就我们之前在他的一些比赛里面就很感慨他的一个牵制能力嘛，以及跟监管者的一个博弈的心态，是属于那种比较大心脏的选手，能够打出来很多高上限的一个操作。是的，是的。感觉3岁的话，他只要说你给他到一个空间跟监管者我自己去单挑的话，那这个监管者他肯定是占不到太多的便宜的。来看一下袁，他的一个常规角色呢是木偶跟飞行家，然后你的分呢是1946，有63的牵制时间，0.5的救人，107的破译和50的逃跑率。我觉得他的一个在比赛的现在的发挥嘛，也是越来越稳定了。是的，他还是比较偏向于说一个个人的牵制了，所以说很多时候还是看自己的一个基本功与板间跟监管的一个博弈。是因为很多监管者他可能会想从你这样的一个辅助卫生身上找节奏嘛，对，但他给到的一些牵制的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是看一下这边是君少天，他的演绎分9994啊，牵制81.4，救人1.5。他的常规角色是弓箭手跟古董商，也是队内的一个主 OB 位。目前来说，没错。那君少天的话，他其实使用的角色是非常多的嘛，对，而且现在的一个牵制能力也是越来越好了。举金的牵制时间是来到了81秒的一个大关啊。对。就觉得现在队内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OB 去稍微拖一点点时间都是很关键。你上一把的话，即使周数没有 OB 下来，但是那几秒的时间还是让他们把独栋那台密码机给抢开了。是，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他们其实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看一下玉林，他的常规角色呢是气象和大副，你的分呢是7656，有68的军牵制，140的破译进度。他也是在队伍里承担一个救人嘛，当然他也会打一些 OB 跟牵制位。对，包括说他之前的一些牵制的话，其实基本功也是非常在线的，以及有一手像勘探员这样的一些操作。是的，是的，他们这个队伍的构成，就每个人都是操作都非常强的，对吧？就看你能不能说，利用你本身的一个选手的个人能力，配合我们的一个求生者，打团的一个版本，去创造出一些胜势。是看一下这边 CJ 的监管胡歌，他的演绎得分8862局击倒4次，局淘汰2人，击倒优势71.53秒。是常角色是鹿头。胡歌的鹿头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熟练度。我觉得也是那种就是在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没错。属于是在提起鹿头总能想起这么一号人物的一个情况。是的。对他的这手绝活的话，确实能够给到你求生者很大的压力嘛。尤其很多一些比较刁钻的点位嘛，可能你平时如果稍有不慎的话，其实对于胡歌这样高熟练度的选手来讲，他是非常熟悉的。对他对于你这种每一个技能他释放的一个距离，以及说他这的一个位置，对吧？他总能去创造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一个勾的点位。对，求生者就是他们会觉得你这个角色的话，可能在强度上来讲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你就怕什么？阴沟里翻船，对吧？我一个不注意，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地方，你可能把我勾过来打一波节奏。是的，那就比较危险了。因为总的来讲的话，其实鹿头在我们的赛场上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角色，所以说他的一个上限也是摆在那里的。对对对，他其实，在我们之前的比赛里面还是比较依赖一些地图嘛。那永眠镇这张地图还是要看他个人的一个操作跟理解了。对。以及说求生这边，首先看阵容上会不会相对克制一点，以及说其实应对鹿头的一个打法也是比较集中在我后面帮你去扛攻。反正这种绝活的话也是得尊重的。对，然后就是前面也刚看到了那边对吧？聂西4抓，对，哇，真的是，当时在现场都惊呆了。就感觉其实明明角色除去大副不太好救以外，其他人都已经防了。而当时他就是名牌，对吧？所以说有时候就这样，我的绝活我就摆在这里告诉你，但是你也不一定能接得住这个招。是。就
说压力还是有的，以及说你在防他的一个绝活的同时，也要提防如果突然临时变招一个独角羊之类的，在永眠阵也是很好发挥的。是的，尤其是你在第一局一上来，对吧？你可能你要防的角色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下，没有班位嘛，对，你就会去露出一些破绽给到监管。看胡歌这边直接是搬掉了，现在这个小世家其实还蛮明显的。是，反正我就是明牌告诉你嘛，我这边鹿头，对吧？那基业师先拿，然后来一个守墓人。也是先把这个救援做到一个保稳的点啊，因为毕竟守墓人他不怕你这个勾住。是，而且我觉得基业师打鹿头也是比较厉害的那一挂。他如果说你不追的话，那修机速度你也是比较难控场嘛。如果说你选择追他的话，他的一个接完我的话，又能够进行一个挡刀，又能卡位，而且呢，就算我选择是卖掉自己本体，让娃娃来修机，你也比较难处理。是的，因为鹿头其实还是在控场上会偏弱一点点。是的，哇，这边再补上一个木偶世家记者，极致的针对你，在这个救人方面属于是全面封锁，不让你有任何的手椅机会。是的，像记者我可以去帮队友 OB，而且呢，我的救人也是非常稳健的。是的，木偶师的话其实也是增加了一个救援的虏获，对吧？我首先是不怕你打震慑的。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克制鹿头，非常尊重鹿头了。只要他们第一手直接把机械师抢出来的话，也是直接说，这把的一个焦点位一定要放在机械身上了。对，你像理论上这一局我可以打6个娃娃。对，还有这边记者是吗？对，就奥飞对吧？然后再加上2个娃娃。然后如果记者亲自再把这个救援娃也变成牵制的话，那真的就是。是的，是的。看一下，也是选出了自己的绝活，还是相信熟练度嘛？这个阵容的话，其实看下来已经是极致的针对了，但主要还是要看局内的一个具体发挥。对，而且鹿头这个角色他的成长性还是比较强的，对，只要给我开出这个技能，开出2阶，那我的上限还是非常高的。对，所以说其实有机器的话，一定程度上，如果你追的稍微快一点点嘛，你的存在感拿的会比较多一些。对。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我们的选手上面去学习一下怎么样去应对鹿头，对吧？就比如说，首先有一点就是鹿头来过的地方，你永远不要去。他从哪儿来的，你就千万别去那儿。对。啊，首先这第一条先记住，然后后面呢具体怎么操作，我们再往后看一看。是的。然后这张图也确实有一些你根本看不到，比如说墓地窗户那个位置，对吧？你只有翻进去以后那一瞬间你才知道。那个已经是属于是比较常规了，对，这大家都知道。可能会有一些点位你根本就不知道的。在那种比较卡视野的一个小角落放着一个夹子，对吧？你以为我已经逃出升天了，殊不知一下给你夹回来了。没错。看宣电的话，其实是选在了机械师的脸上的，那前期的追击会舒服很多，会好一点。因为他们可能是考虑到，让你觉得我的机械师在下面嘛，靠近2楼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把机械师放在了红莲河，那还是被监管者给敏锐的嗅到了。是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前期压力还是蛮大的。对，看看能不能说去给到一个记者的保护吧，因为记者毕竟在机械师的一个边上嘛。对，而且墓地的一个地形还会比较好牵制一些。然后看一下天赋的话呢，这2天这边也是带了一手双弹跟飞轮的。是的，监管者这边也是一个底牌挽留，就带了一手幽闭。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进入比赛。本场比赛呢是由主曲战队求生者对阵 CG 的监管者，由解说初夏恩酱为带来的 COA 实时赛况解说。目标还是选择在了杰士身上。对，这2天的话也是先往墓地方向去拉点，他应该是在墓地里出生的。他的一个打法是选择先把自己的玩偶留在自己身上了，是一个挡刀的思路。是的。2个夹子全部封锁住，把你这个墓地直接给你变成一块禁区啊！你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而且这块板的话，刚刚是下过了，这种空地其实蛮难拿娃去。想要去拿挡刀，但是这边放出来的话，看这个针对刀了，哎呦，打到了娃娃。是的，还是被扛到了，缓了一口气吧。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打到机械身上的话，就非常难受。是的，那这边直接上车了，鹿头直接选择跟错，2个人只能大眼瞪小眼等一会儿了。但我看到
3岁这边应该也只是稍微让一让，是优先抢一下密码机，毕竟现在君上天的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感觉刚才这一刀被娃娃挡到了，还是比较伤，不然监管者可以坐车落地就把劫持给秒掉了。这样的话呢，也是让机械把他的一个飞轮给续出来了。对，主要他这样他还可以再放一个娃娃，是，这边就更好卡位了嘛，就在板间。而且还要被砸一头，还有这个车，哦哎呦哟，这相当于糟了3个头了。一个插刀加一个板砸，这样的话车再过来等于一把枪。对啊，这人都已经跑不见了。坏了，我借势回家了。一问借势去哪儿？我到墓地了。哎，我一开始就在那儿的。对，那看一下这里的话，也不干扰队友啊，接着往这边的一个双11去。是，而且记者往这一站就是满满的安全感啊。对啊，不行的话喊记者稍微帮帮忙啊。是，现在闪现的话，要不要选择直接去交，然后利用钩索进行一个终结呢？现在要来找3岁帮直忙了。接交，奥飞在这边捏着不敢去交钩了，卡一个板，那直接抓记者吧。主要记者现在这个位置会比较差一点啊，是墓地里面是之前放过陷阱的。而且抓他可以吞化血梅姨，是的对，吧？他肯定是有化血梅姨的。哎，这个奥飞还好，钩子是勾到了。那这样一勾一刀有闪现的话，应该记者也牵制不了多久。那就还接着往里面去跑，不过其实还有一些想机会去卡个一下。闪怎么说？交一个夹子把奥飞给骗掉，直接闪现了。对，那这样的一个闪现击倒时间的话，其实外面密码机掉的已经非常多了。 3台半。对而且墓地的一个区域是没有刷这个地下室。对，所以他们也是很清楚这个点啊，所以说刚刚3岁是放心的往这边去转的。主要到2楼下也是已经有很多的一个进度了。对，这样的话可能对于监管者来讲，他的一个重心就在于怎么样去创造一些手椅，或者说往保平的一个思路上去打。密码机的话，它毕竟路头是很难控住的嘛。是的，看一下这波的一个手椅是非常关键的，这个逃位进度一直在涨。对，这边的有没有一个震慑钩？这个松手还是很快，看起来蛮吓人的。毕竟守门的救人速度还是比较让人安心嘛。是。好，这样远程勾下来，不过还是对于求生来讲，就是拖出来这个20秒的一个时间。是的。你看现在这一波等记者再去上挂的时候，密码机的进度真的是能够去压好。而且记者这把是有回光返照在的。说看一下他们第2波怎么样去选，让木偶师来会不会好一点？因为他对状态又好嘛，而且不像机械那样没有回光返照不会被针对。而且木偶师他最牛的一点就是他可以吃震慑救人，是吧？他不怕你这样的一个举钩压迫。你跟他博弈，其实他心里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的。就我不博弈啊，我交路易硬掏啊。是的。现在密码机马上压好了，还可以去让剑士贴一个门。他们可以再安排一下。是的。哎，直接去交出诗句，然后要硬掏吗？还要再等一等，再交一波路易。哎，勾歪了，救下来了。是的，这样第2个勾到记者应该是不敢打，选择等一手冷却，但是直接通电了。对，主要你这样的话，你钩子是在一个 CD 的时间内啊。而且记者的奥飞是比较克制路头的钩子的。对，我下次再找一个板区的话，我可以用奥飞去卡你的钩。没错。轮的话已经是。哎，完了，勾到了吗？直接用奥飞去主动去接，现在的话你进入冷却了。你只能本体去跟，但如果这个时候再击倒的话，外面2边门是管不到了。主要是你不能第一时间去击倒记者的话，门就要开了。对。而且他选择直接往角落带，而且还用走位再扭。我是的，尽可能的去拖你的时间，这样的话等你挂人，你的钩子又要进冷却。是的。队友已经成功的出门了，完成了一个3跑。哇，第一局的话是由朱雀这边的一个求生者率先打开局面，拿到3跑。是的，一个5比3的比分啊。这把其实也蛮惊险的，因为就是如果说这把机械前面那一个娃娃没扛到，我觉得完全就是2个开局了。是的，这也是我们绝活角色，我觉得他比较难受的一个点嘛，因为是名牌，对手也知道你的选择，对，他们这个阵容是太过于针对了，是借尸记者。你会发现这2个人，你追谁换哪一个都不是很舒服啊。是的。然后另外2个，你像守墓人的救人跟木偶师的救人，也基本上断绝了你想在手椅上拿节奏的一个点了。没错，就感觉他这个路头真的是走到哪儿不舒服啊。是。可能唯一的机会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对吧？在前期那个娃娃如果说没有挡到刀，对。可能后面的话就不会让机械牵制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嘛，而且它本身是想要去抛弃娃娃的一个牵制，所以说密码机不会那么快。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比较可惜的，就是当时在那个落地之后，对吧？在那里打了一刀娃娃，结果呢还被砸了一板，
再加电车又开了。是的，因为如果没有电车撞的话，其实机械大概率就会在甲门附近，不会走太远。是的，加上电车的话，那人就又拉回墓地了嘛。对，被拖了太长的时间了。那来看一下这把的赛后数据，可以看到我们监管者是命中了11次，然后击倒了5次。球生这边的话，3岁也是破译了86，牵制了83秒；军上天破译了51，咱们命中1次，牵制78秒啊。玉林救人1次，以及阿远救人1次。主要对于求生者来讲，他们现在赚的东西太多了。你看，首先，技师啊、记者啊这些角色，我在第一局里面拿到，我后面我还是有很多的一个选择，对吧？其次呢，我在你选图的一个情况下，反而是给了你一个大比分。那我第2局的话，自己有一个选图权，所以对于朱雀来讲，他们现在是赚的非常的多。是的。那同样对于东玄这边来讲的话，因为第1局使用的是一个台球手嘛，所以说到了第2局，他的一个选择还是会比较充裕。是的，还是不影响他的羊啊、歌剧啊或者艾维这些角色的一个选择。是的，是的。所以可能在你的第2局要面对朱雀，他们会选择一张让监管比较舒服的那种，像湖景村啊或者月亮河啊这些地图，你的压力还是会比较大。是的，对于 CG 来讲的话，还是优先把第2局给顶过去啊，也看一下他们之前那个策略可能会让这边的一个监管进行轮换嘛。对，那这边的话其实还有一些像绝户隐士这样的一些角色，是的，去发挥一下。我觉得这个轮换的话，应该也是要去打出来的，因为现在是要有一个防守了嘛。对。那你的第1手绝活的话，在没有打出优势的情况下，就看你后续的监管和求生能不能去打一些配合了。是比较考验到这把他们的一个抗压的。是的，那我们的精彩回放也是准备好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吧。目的地下室北路。可以，能不吃刀吗？能可以帮我扛，可以帮扛，就能扛。目的地下室，不叫电，回去，扛刀。秒一击，好扛。好救，牛逼的，有牛逼，对，溜不了就挂。欢迎各位回到 CV9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初夏。大家好，我是原将。那继续回到我们这场比赛嘛，第1局是由朱雀这边拿到了一个5比3的一个优势。那现在第2局呢，因为他们是客场，有一个自己选择地图去进攻的一个机会。是的，所以说这把的话还是要 CJ 这边做好一个防守啊。现在就看看我们 CJ 怎么样去防守反击，对吧？因为5比3的一个优势呢，其实不大，只要这局我可能说我再还一个5比3，或者说我打一个平局，第3局自己主动选图的一个情况下，还是有机会去翻盘或者拖到加时的。是，包括说刚刚看到 CJ 求生这边的话打的也是非常稳健的嘛。是的。没有给到太多的一个机会，甚至后面一度打出了一个很大的3跑命。对，就是开门战那个时候还是非常惊险，差一点就3跑了。是，只不过说最后监管者这边处理的比较好嘛。那你像这一把的话，也是朱雀的求生者他们先站出来了，所以说第2局还是要去看一下，因为我们可能民间的队伍你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你像你很多的一个选手，他就是平常就打那一个角色，他没有办法说我根据对手的阵容做到一个有效的摇摆。那如果说对手选了一个比较克制我的角色的时候，我的压力会真的很大。对，其实很多时候就属于说我硬着头皮打嘛，像平时的一个绝活排位一样，就我不管对面是什么样的阵容，我都要拿我那个角色。对，好打难打我都这样上。那么你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你遇到你难打的阵容，对吧？你可能打不出你原本的效果。是，也是来看一下这边 CJ 是搬掉了月亮河公园的。是的。但是也是留了一张湖景村啊，反正这2张地图给到朱雀这边，他们都可以发挥，所以是果断的抢下了。这样的话就给到两边的监管其实都有蛮大的一个发挥空间了。是的，因为你现在的话，湖景村对吧？而且有那么多的角色，你班位只有一个嘛，不管你是羊啊、歌剧啊，你这边随便搬，反正我都可以去选，总能放出来一个。对。比较考验，我觉得还是要考验到两边的求生了。两边求生要去做一个抗压嘛，因为这张毕竟对于求生来讲有太多天然的一个劣势摆在这边。他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嘛，就是如何扛过这个第2局，是，对吧？反正在我监管能够有一些发挥的情况下，求生者尽量的去保平啊，或者走一个吧。看到还是 CJ 的求生先面对东玄，对他们依旧是对自己比较有信心，让自己的求生者去先上了。要扛住这波压力啊！对，那么第1局其实做的已经很到位了。是，
这把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个难题，就摆在说，如果对面像他的歌剧跟跛脚羊都在外面嘛，这张图都是非常优势的。是，就你肯定还得是去拿一些能防单刀的角色嘛。对。但是东玄他又是一个很擅长去使用女巫艾维的一个选手。没错，所以你就不得不想着说，我这个调状态要不要去拿一下了。我们每次聊到他的时候，我们都说你这个求生者的 BP 是非常难做的。对，东玄这名选手毕竟已经打了这么多年了，他的一个角色池是非常全面。对，就恐怖如斯嘛。而且的话，这手医生应该是还不会放给你。对，所以说你在选角上面来讲，真的是要考虑的非常全面吧。哎，包括说他碰到一些很极端或者非常劣势的一个情况下，像上一把一样，他的一个思路转变跟反应是非常快的。是，对你很难说把他整体的一个思路直接打乱。对，你就能感觉出来，哪怕他有些操作没有打出来，但是呢，他能够在每次的一个最危机的关头，立马想到一个最优解。是，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他永远是那么的，就是具有一些灵性吧。对，我觉得他的这样的一个清晰的思路是一直保持在的。对的。是看一下唏嘘的一个赛前采访啊，谈一下民间队与职业队之间的上的一个差距，以及说第2次参加深渊的心态。关于民间队和职业队的实力的话，我的看法是差距越来越小。随着一些职业选手不断的退役，还有大家平常也一直在冲榜，大家对于游戏的理解呢也是在逐渐趋同的。对于本次深渊目标呢，就是我们包括我在内的我们战队也是第2次参加深渊了。心态上也更加的成熟和平稳。最后的目标的话，我们希望就是打败更多的对手，能走得更远，弥补。确实能够感受到，就是现在大家的一个游戏理解真的是越来越接近了。对，就很难说出现到很极端的一边倒的情况啊，说我碰到职业队就被你8比1、7比2很大的一个比分给收走，都是能够打得有来有回的。就很多时候，现在民间跟职业他们真的是。有时候会势均力敌，甚至于说有的时候民间队伍他们还能略胜一筹，是对吧？就已经达到说你把 ID 遮住，你有点分不清楚大家到底谁是民间谁。是的，他们是非常有这样的一个冲劲儿的。那对于职业队伍来讲的话，他们的一个经验啊跟履历啊虽然非常丰富，也更加老练，但是你面对这种更年轻的选手，他们更有操作啊，更敢打敢拼的时候，你还真的不一定能第一时间去接住招。是的。所以说，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最终还是去拼一个临场的发挥嘛，临场的一个表现嘛，这也是我们电子竞技的一个乐趣，对吧？不是说你职业队伍你就一定能笑到最后，对，也不是说你是民间队伍你就一定打不过，对吧？包括说可能你之前获得个荣誉，但是我们后续还是有机会再继续赶超你的，是的，这都是有可能。就是还是那句话嘛，就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更加期待我们这一场。后续的一个表现，虽然说前面确实是拿到一些小劣势了，对吧？对于我们 CJ 来讲，但他们相信自己一定有自己的破局之法。是的，因为刚刚的一个采访也说了，大家平时也都是一个榜前玩家嘛，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劣势情况是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的。没错，来吧，依旧是先知加医生啊！你别管我打不打，反正这个医生是不给你的。就老两样。哎，那求生的话是先搬掉了艾维。这样的话是把跛脚羊选择放出来了，对，拿一手古董商和气象先防一下。反正歌剧跟羊的话，我也是必须要做好这2手准备的。是。守墓人，这样的好像要被迫去选大副了，看有没有别的救人妹去平替一下。然后这个图的话还比较大一点啊，对，不然的话可能就要选枯手了。枯手其实还不错。对。那枯手的话，他可能面对羊跟歌剧的时候是要有一些操作的。大副来了，大副，感觉最后一手会集中在牵制位。幸运儿，哎，这个幸运儿是有什么说法？感觉现在已经很少，大家很少去使用幸运儿这个角色，毕竟他有一波调整嘛。整体的破译的收益没那么高了。对，而且他的自保一直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嘛。是的。那第一手的话，对于 CJ 来讲，他们可以去拿一个求稳的角色，也可以去补一手化险为夷，保一个3救。就像飞行，哎，园丁，没错。这样的话，把你的单刀给你限制住。现在东玄有2条路，第一条呢就是我去打一个追击，对吧？羊跟歌剧都不错。另外一条呢是可以考虑对于你的这个阵容，我去打一个杂货商。对吧？湖景村的话，我不管是追击你的古董还是园丁，都能有一个不错的效果，而且是
有一个手椅上面的剑术。是的。也是看一下他们的一个安排了，因为其实这张图想要去打一些 OB 跟配合还是相对来讲难一点的。对，尤其是像古董商跟气象，有很多说空地的一个位置，即使你过来帮忙，也不一定能起到很多的一个收益，所以说很考验他们之间的一个默契了。对，其实有园丁的时候，你就要去思考到他们有没有可能去打一个园丁的体系嘛。这也是为什么可能杂货商，大家的一个相像性会更多，因为他可以去很轻松的破解你的体系。对，我直接把椅子一封，对吧？对，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拆椅，那我就有时间把人牵起来。就椅子一锁，园丁这个技能直接废掉。对，傻眼了。然后我们也确实看到这张图有很多地形是比较适合打拆移体系的。是的，你包括说小船、海边，对吧？各种的角落，所以对于监管者来讲的话，你必须要去考虑到这个点嘛。东玄啊，东玄这边的一个选择。是的。哦，女巫是直接去掏出了自己最擅长的一个招牌角色梦之女巫。那这一手的话，确实是感觉到依旧是给到一个控场的压力吧。是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大副他的作为一个救人位来讲，也会比较危险一点。是的。其实感觉梦之女巫的话，在对手已经选了一个气象的情况下，并没有那么的优势吧。而且古董商也算是比较克制你的。但是他依旧是比较自信的选用了，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利用女巫创造一个滚雪球多抓的一个节奏。对，主要他的一个熟练度就不用多说了。是的。而且我们也说了，东玄是非常擅长抓机会的。你即使前面那个节奏比较顺，但凡中间哪一波是有一个断层的话，还是容易让他滚雪球。没错。但是梦之女巫其实打园丁的话是有说法的，因为它毕竟的话，它只是一个带盾嘛。他没有办法拥有一个位移能力去突破你的包夹，所以这个时候园丁就很容易成为一个梦之女巫的节奏衔接点。看一下天赋的话，以上园丁带了第2个化险为夷的，其他人都是带了一手飞轮。没错。东玄这边也是底牌挽留。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对局是由朱雀的监管者对阵 CJ 的求生者，由解说安酱和解说初夏明带来 CV 实时赛况解说。看一下他的前期的一个思路吧，毕竟就算要追园丁的话，他毕竟有一个盾嘛。对，要等一等这个时间。是。破船这边正好是个大副。对，先往这边大副这里走一走，看要不要去压迫一下他的一个道具了。直接选择去挂出一个寄生。这样的话，原生信徒跟随本体寄生这边选择拉一个超脱，直接包夹给压力，交出自己的一个第一段表。但东玄选择直接放狗硬追了，就是一手预判，看能不能空地咬到这个大副，咬到了，非常熟练。他这个梦之女巫就是为你这个大副而选的。来了，直接给一刀，那这样还有一条本体狗在身上，而外面是没有什么先知可以去保护你的。对。哦，说这边的一个板资源都已经用掉了。是的，等信徒去踢板，这个时候再咬到大副，那你这个表也是交不了的。交了还不如不交，还不如省一下。对。就第一局的时候防了一手你女巫抓大副，结果第2局的时候被迫选大副的时候发现上当了。对，就是只要女巫在外面，我永远是有可能的。对，这就比较尴尬了，因为你这个比较能救人的一个位置被突破了，你外面只有一个化险为夷了。对，而且园丁这边的话也是被拦的位置比较远啊。对，他还不太好救人。对，有飞轮还行。位置已经被拉得很远了，这波可能需要2个人一起来。我看到古董商也是有过来的。不过这个不幸的万幸是什么？他大副他耐做嘛。对，还是说拖很长时间的。对，换另外一个人来救也能卡慢。再交一个飞轮。这里可能想打一棍，结果被打断了。这边想预判一下走位。直接在放狗了，就是一手不讲道理。主要是摇不了大副，是就是放狗没招呀。对的。我这个技能可能应对别的很厉害，但是放狗真的是没办法。
这里他摇任他摇，对吧？对啊，我有徐氏者，我这边肯定能给你咬到的，而且这边他们是耗费了2个人一起过来救，而且没错没有化险为夷，他们还要先去驱一下信徒。不管你走位有多秀，我直接放狗咬你啊！对，那还是会有一个刚刚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会去拦截一下园丁，他的位置还是会比较远，而且古董商这个时候已经是半状态了。对，这个时候肯定是希望园丁能把化险为夷给开出来的嘛。对。但是这一波梦之女巫的拦截还是遇到很大压力，哎，不过他手上应该是可以把这个盾续出来，这局的本体放狗是要去打断，这个盾的时间可以去卡位，不停的去卡位园丁，能来及吗？这个盾要掉了，救不了了，完了，刚刚好。是的，救人的时候被狗的第2口咬断，然后盾掉，直接被击倒，续上第2艘节奏，而密码机只有3台。然后外面刚一直是只有7项1个人在修，而且这一波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补充古董状态的。哇，那个熟悉的梦之女巫又回来了。这样的话，这个局势其实对于球人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难以去运营的局势。对，因为你在其他人过来就还是会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对的，又是远端的一波精准拦截，还好是一个降学家层云赶紧飞过来。来的时候要吃一刀，而且以前还会有信徒。是的，配合上狂暴的一个手椅。你得飞轮躲一刀，再把人扯了。但是感觉这个底盘要交了，直接闪现，直接乘胜追击，疯狂压力片飞轮，结果降学家没有交出来。是的。哇，现在的话也是明确的知道古董商的位置，趁热打铁，赶紧过来补上一个继承，奔着4抓来了。现在对于球场来讲，已经是有点慢性死亡了。这个梦之女巫又是谁的一辈子？是啊，这样的话也是直接完成了一波4抓，太强了。是，他就是抓住了你选大副。第1局里的时候，我这样的用掉佣兵，第2局我搬掉你守门人，你选大副这样的一个机会点，直接掏出他最熟练的梦之女巫去找到了这个突破口。而且确实啊，能看到他的每一条巡视者都是非常精准的，立马咬到了大副。包括说这把我只要突破了你们最稳健的救人位，你们每一波救援都是有点难上加难的感觉。而且你大副你是没有任何反制手段的，对吧？你不管说你是摇表也好，还是你说你带一个双弹也罢，你对于我这个巡视者你是没有办法规避的。那我以你大副作为一个突破口去打这个大地图的手椅拦截，对吧？那你整个求生者的一个修机体系、运营体系都会被破解，再加上你的阵容其实补状态只有一个7项，是的，对吧？那你没有说第一时间的在你救完第1波人的时候赶紧过来做一波调整，你后面的一个节奏就会被我彻底打乱。对，中间一旦让东玄这边抓到机会嘛，就会像刚刚那样，你后面是有点难以挽回。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像第1波还好啊，是2个人一起来救。是。其实我觉得 CJ 他们思路上是没有错的，第1局也是对于东玄的所有的角色都防到了，而且求生者是打得非常好，保到了一个平局，甚至差点3跑。而第2局呢，在 BP 上面来讲，其实真的是一不小心就踩进了一个陷阱了。对，我觉得其实如果重新来一遍的话，就那个大副换成别的救人位可能会稍微好。他绝对不选，哪怕我说我选一个野人，对吧？对，我把你的这个羊啊、歌剧啊、梦之女巫都防一防，我是绝对不可能再去拿这个大副的。是啊，因为当时就在想，这个大副第1局不选，第2局还敢选吗？结果上当了。是看到拿出来以后啊，东玄就把你这个大副作为我主要突破口。对，但我击破的话，你们后面整个体系都是打不出来。是的，是的，是的。就甚至于说，当时他第1手选梦之女巫的时候，我们也在思考说，哎，你这个红岭村的话，你明明有杂货商啊，有歌剧啊，有羊啊，会不会更好？但是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我选梦之女巫？就是因为有大副。对，这就等于说对面有借尸，我选台球手一样的道理。是，我就会单位的一个角色，因为你确实是面对到我，无论如何你都牵制不起来。是的，是的，是的，我就是一个对你的这样的一个降维打击，角色本身的克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把的赛后数据。监管者这边是命中了9次，击倒了5次。对，球商这边的话也是，金闪闪破了155，唏嘘牵制了48秒，杨帆的话破了72，以及北路破了152。是的，真的是你一个纯博救人位嘛，你在没有说一些道具的情况下，对于你这个选者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你像守墓人，他可以下铲；佣兵的话，我配合护腕，然后我可以弹板。对于板区，我可以有一个位移，对吧？但是大副能干什么呀？我摇了表，等于啥也没干。是。然后其他人都有一定的说，哎，你就算咬到了我这一口，我可以不让你拿刀。对。但大副一旦被咬到，他就现形了，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他这个怀表，就哪怕我体验咬到了，其实对于犯规来讲也是形同虚设，对吧？我在这个空地不停的去点击，我还是有机会去咬到你。对，因为你其实就算咬表了，你不是说哎一下距离跟我拉开了，其实你还是会在我身边去转圈嘛。对，有一个残影嘛，我可以分析出来你的位置，然后马上精准的锁定你。
以你的影子为中心，就在周围辐射一下，还是很容易咬到的。是是是，因为我们看了前面说，哎，这把阵容里又有气象补状态，又有古董，有园丁的，都会让你女巫难受。对对对。但还是说让东玄这边找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机会啊。是的。就是你这一手，你当时第一时间你没有想到，你觉得选这个大副没关系，为什么？大副打羊厉害，打歌剧厉害，也厉害，对。对你摇一个梦之女巫，结果出事儿了，就有点说，哎，其实我们其他角色都已经很克你了嘛，你再迎难而上的话，可能就概率会小一点。对，它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通过你的操作能弥补的，它就是说你在选角的时候已经被对手的一个设计所涉及到了。所以说，你就本来你就开局的时候你就已经进入到一个劣势了。那到局内的时候，他只要顺利的把自己的这个小套路，施展开来，那对于你来讲，最好的结果也就只能是保平了。是，那这样的话，东玄是拿下了一个5分。那其实对于朱雀的求胜来讲，就是我只要走一个，哎，就可以结束。是的，是的，是的。不得不说，朱雀今天他们的 BP 做得非常好。是，你看第一局他。对于你这个鹿头，对吧？我是非常尊重的。记者、街师一起上了，对吧？把你这个监管者压制住，拿到一个3跑。而第2局呢，也是通过一个自己的设计，让监管者呢有一个很好的发挥，直接拿下了一个4抓。那现在 CG 的压力是非常大，他们必须要还一个一样的4抓才对。还是非常考验到这边的监管了，因为这种已知我走一个的时候，求生这边很有可能像入殓师这样的角色，我就给你抬上来了。他们现在的话，就任务目的很明确，我就是要走一个，对吧？那我的4个求生者的话，我就会奔着最速的修机、最稳健的一个打法风格，怎么样？我可以去卖掉我一两个队友，甚至3个队友全卖掉都可以，只为了一个人逃出去就可以了，就够了啊。包括说我们的打法也是，开门战我能量就直接亮了，2个人一人点1个嘛。说也是比较考验到 CJ 这边的一个监管选手了，要先看一下他们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轮换。尤其你现在这种生死战关头嘛，你是不可能说给到对手任何机会的。你一旦说有能够去走一个的打法，你是绝对立马去执行，对，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杂念啊，也不会说哎我保个赢我去争一争，不太会有这种的想法。对，不会去任何的去贪去给机会的。是的。其实主要对于求生来讲，他们能够选的角色还是非常多的嘛。你像弓箭、古董商都是没有去选的。也是看到 CJ 这边有一个人员轮换，换上了4羽。4羽的话，其实我们知道他之前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比赛经验啊，包括说也是青训营的选手啊。看一下他的一个数据，也是常用角色是隐士。没错，他的一个隐士是绝活嘛，对吧？之前的一个表现也是不错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因为现在是败者组嘛，其实肯定还是之前会有一些遗憾。希望这一局能够去把他这个角色的上限给发挥出来吧。当然，如果说对手就是直接搬掉的话，直接搬掉的这个绝活的话，那我相信他肯定也会有自己后手的一个准备。其实现在就是有个难题，你这个太名牌的一个角色，要么被搬，要么就是放出来，但我们直接针对你。是的，是的，绝活玩家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痛点，所以为什么有的绝活他只能第1局上，对吧？因为第2局他就没有这个绝活了。对。像我记得之前就可能大家有一些那种什么风眼的绝活，他只能打一个第1局。是的。对。哦呦，这不来了吗？这把你抬球手一搬，直接1升调酒，1升调酒一起来呀！但是我感觉监管者他也是从班位上来讲嘛，他也没有选择去搬这2手。对。可能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后手吧。我觉得其实如果要硬打隐士会比较难受，不如说我看歌剧之类的。对对对。我觉得歌剧打这个阵容目前来看比较舒服，非常香。对。你像医生跟调酒是没有办法个人牵制这种速追的监管的，他们还来一个佣兵跟勘探，也是把救人跟 OP 都补全了。那对于监管来讲的话，这把我肯定是，得去考虑一下我能不能进行一个追击突破了。对，就是看要不要尝试换一些其他的角色。是的，是的。像这把的话，尤其是有2个补状态的一个角色，那控场的收益会大大的减小。对，因为一旦你的一个终结能力得不到释放的话呢，那他们这边就是有点说你只要打不死，对，满状态一样。对对对，就其实这把就是打一个极致的追击可能会更好。对，因为一旦进入到了中后期，对你这个状态是打不完的。是。尤其是大地图的话，密码机也比较远，你可能控场的压力也会比较大。求生的话，就太多时候会给你留一个对角线的面马将，你守不了啊。看一下吧，不好打。如果说要硬来自己的一个熟练度的话呢，机会也会没有那么大吧，因为他们这个 BP 是太针对了。哦，歌剧，歌剧没问题。
还是比较明智的。是的，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去，强迫自己打自己可能熟练度没有那么高的角色了，但是有角色克制，对吧？对，等于说这一来一回的话，我也是能够去有一个多抓的机会的。其实歌剧的话，除去佣兵以外，其他3位他都是很容易去突破掉的。没错。所以说现在又回到了朱雀这边，你是有太多没有办法自保的角色，你要怎么样去放？难道大船这个点首先要给到谁？对，主要胡锦村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歌剧的一个非常优势的地图嘛。是的，最适合歌剧的地图之一，所以说这个东西呢还是会有压力的。哦，果然啊是把大船给了佣兵。对，因为你这个阵容本身来讲，你是没有那么好去有个人的一个自保的，你最多还是去应对一些控场的监管。这样的话，只要监管者的一个选点没有被摆一道的话，他是有机会前期的速抓的。对，但如果他太执着于打船上的人的话，就会被骗。确实，这边确实一个好设计，不过还好选到了中场，这样的话离医生比较近，这个阵容的话直接追医生也是可以接受的。是的。我觉得也要看他们再让其他人，比如说像调酒再多带一个化险为吧，因为这样的单刀型监管，如果说你中后期拉扯大家都是满状态的话，是。那其实这把直接把医生突破的话是有说法的。对，只要够快。对，因为他抓别的人，可能医生都会过来进行一个挡刀嘛。但我直接抓医生的话，你其他人是不太敢过来直接去陪跑。看一下天赋的话，也是医生勘探员是一个双弹跟飞轮，发现为止带了一个。没错，然后监管者这边也是一个底牌加挽留，而且带了自己的一个快踩，以及说他有一些防 OB 的一个天赋。那么现在进入比赛，本场比赛呢是由朱雀战队的求生者对阵 CJ 的监管者，解说初夏安将为带 COA 实时赛况解说。是回头，直接奔着小船来了。毕竟这个位置，但是他想有点想去木屋的感觉，想动勘探员，想找一下3岁。对，木屋的一个地形还是比较好去牵制的。看一下板区有一个博弈的机会，还是直接下板了。我看起来其实思雨的歌剧还是非常丝滑的。是的。防了一下回速，这边的话一个弹拔，弹到了地下室，点位来了。这样的话再骗回速，再翻进来，3岁这边这个磁铁交的非常好。是的，哇，一上来就搞这么秀吗？这边的话好像有点没办法，而且他要尽量拉走木屋，因为那边是个地下室。对，毕竟勘探员他前期只有1块磁铁，所以他这个牵制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是的。主要还是对于思雨来讲，后面这个闪现一好嘛，可能就是有一个终结能力了。甚至于说有没有机会在海边这边直接去拿到刀？看一下能不能博弈到吧。对于3岁来讲，赶紧转到下一块板，不然会这个小短板的博弈，看一下能不能骗到。交一个磁铁，哎呀，可惜被弹开了。再交一个回速，有飞轮，但是这个飞轮没有被下出来。闪现也躲了吗？飞轮躲掉了，再把这个拍掉。3岁，他扛住了这波压力，转到海边下一个板区。我的天，这个人能力！是的，那这个牵制时间就拉起来了。哇，再骗刀，还能翻，跟歌剧经典的一个短板博弈，再来了那个熟悉的味道。不是说歌剧出的很快吗？今天哇，再来，哎呦，还好，这刀终于是拿到了。对，但是时间的话已经是来到了1分半啊。歌剧其实真的就很怕你这种短板区的博弈，因为它虽然说刀快，但刀很短，很容易空掉，而且它的后摇甚至刚好能足够你去翻一个板子。是看一下第一波的一个救援啊，主要这把的话只有一个化险为在外面，玉林的话在船上。主要是他们现在是走一局太富裕了，他们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对吧？我正常去开一波圈，外面再调整一波状态去保平，去走一就可以了。是的，我是不需要去把这个勘探员保活的。这个护岸没有弹好，应该还是能先救起来，但是有双倒的机会，要不要打到佣兵？能打吗？我勘探员帮他扛了，很细节呀，这一波强行去保住佣兵的状态。对，这边还是想追一下，可能要逼个护岸，护岸弹走。对，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再逼了。是的，因为这波如果说给到一个双倒的话，你第2波救人是有一个打拦截的机会的。对，那如果说这个佣兵活了，在外面他直接喝一口酒，或者说医生摸满状态，他等下带护岸救人，你还是没有太多的机会。是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双倒的一个结果嘛，佣兵还是会满状态过来救一波。是的，
现在的话，求生的一个优势还是会比较大。对，看看我们监管者能不能在中期去找到一波节奏吧。现在对于他们来讲，就是救下来以后也不管勘探员了，然后自己去补一下大船的密码机。没错，看看自己能溜多久是多久。吃一刀，这边交换过来，但是椅子面前是没有一个残影的。那憋得比较靠外啊，好像想要进行一个挡刀，再去拖些时间。那大船那台密码机其实让队友补的话会比较花费时间啊。哎，还是极限距离的一个震慑。是。不过好在佣兵还是没吃刀的一个状态，他们可能也就是看一下能不能尽量帮你拖一点时间。对，现在可能有的一个伏笔就是后期你佣兵身上的道具是打空的，对吧？那可能对于监管者来讲，我还是有一个打后期拉扯，然后去找机会的一个点。那对于思雨来讲，他还是想优先去管一下船上啊，但船上这台进度实在是太多了。对，已经亮了，这个时候再来抓佣兵，外面密码机也是快压好了。对，这样他能吃一个坚强刀嘛？对，这个时间的话也那还是能够亮的。对，刚好够了。而且亮了以后的话呢，两个人各自贴一个门就可以。对，两个人沿一边，你就有点管不过来了。而且佣兵第一时还没有倒，前面的话还能再玩两个板区。能够牵制的这个长板区还是会让各局。哎呦，很有压力啊！再骗还好是击倒了。那两个门都在点，你怎么去管？传小门的话，大门就管不了；传大门，小门就管不了。是的，很尴尬，他只能走大门秒，然后再传小门。但这样时间有点来不及。包括说佣兵你没挂嘛，不管他的话，他自愈也是能走的。是的，是的，三人的一个后期看不上还是比较难拉扯。是的。这样的话，有机会去争一个3抓吧。主要军浩天这边手里也是有飞轮的，所以说他理论上是有一些撑。哎，一生一个飞轮，很秀。啊，这样的话，佣兵的自愈是完全能够拖起来。对的，这佣兵已经摸到90了，而医生你得先挂吧，医生那个摸得更快呀。不过他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这个速度的话还会好一点。但你看他刚走，前脚刚走已经摸到45了，我这没见慢到哪儿去。还是很快，还是是的，是的。因为他肯定要带医者什么的嘛。对。这个回速交了，其实我觉得对佣兵来讲，你可以直接往小门去冲了。这样的话，医生还极限起来，我还要拖你时间。也还好。对，至少不让你直接签嘛，这样你已经是不太能管得到佣兵那边了。就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无所谓，只要另外一边那个人，对吧？只要调酒，我就是坚定的站在门口，我不管你们。对，我随时准备出门，我只要自己走了，那我就能稳定的拿下一个胜利啊。是的。现在的话，虽然说很紧迫、很急切，但是这个佣兵可能还是有点留不住了。是的。还在门口喝口酒，是再保一个满状态出门，这样也是应该是拿到一个平局。医生也没有自愈了嘛，这样的话也是让我们恭喜朱雀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可以继续走下去了。是的，非常不容易啊！感觉朱雀也是今天在生死关头嘛，把自己之前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状态去找回来了。对你像开局的话，勘探员那个被追击的一个位置还是真的很惊险啊！它是有很多精彩的操作。首先我把人给弹到了地下室里面，对，突出了木屋的一个重围之后呢，在海边还秀了一波这样的一个闪现，拖了更长的一个时间。就是属于是监管跟求生的一个双向奔赴嘛，求生2把都很顶，对吧？个人的一个16都是属于163台的一个节奏，而监管者的第2局也是直接找到了一个机会拿下一个多抓4抓，对，让你没有太多翻盘的一个点。那么他们的深渊之旅肯定是还在继续了，也是更加期待他们后续的表现啊。就是进入到败者组以后，大家往后想要晋级的话都会更难一些，是的，是的，赛程会更多。没错，你的压力会更大，对吧？没有更多的一个容错，你必须全力以赴，把每一场比赛都当成生死战来打。调整出来最好的一个状态嘛。今天看起来的话，朱雀今天的一个状态，两边还都是非常不错的，非常好，非常好。希望他们能够去保持住这样一个好的状态嘛。求生操作在线，对吧？配合顶，监管者呢也是能够有一些自己的思路，找到多抓的一个机会。是，包括说前期对于对手的一个了解嘛，让他们今天的一个 BP 做的也是非常的具有针对性。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 CJ 他们真的就是可能相对来讲，他们今天的一个失败，还是建立在于这个比赛的一个经验啊，或者说自身的一个角色池上的一个局限，对吧？就会受到一些对手的一个针对。他们其实个人的能力也是非常到位的。是的，我们也是有看到他们的一个操作啊。那看一下上把的一个赛后数据，3岁的话牵制了88秒，运灵救人2次牵制了90秒啊，阿远扑了2台，以及君上天的话也是扑了2台，牵制了28秒。是的，CJ 的交换者也是命中了11次击倒6次。其实这一局的割据，我在前期的时候那一波
拿刀博弈还是比较快的。对但在后面那一段时间，那个闪现被预判了之后，确实是有点伤了。对，感觉后面的出刀嘛，也是在海边那个板区被球商这边躲了太多刀了。对，再加上他本身他是一个要必4的一个局势嘛，是，所以他的心理压力会更大一点，他肯定会有一些着急，对吧？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是，那可能在后期一个拉扯，在你就是已经被牵制起来的一个情况下，没有太多能够给他去4抓的一个点了。是，主要也是第一波救援，虽然说比较惊险啊，但是没有打到那个双倒，也是让他的一个多抓的概率会小了很多。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对于监卫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可惜吧。如果说能前期快速的击倒，然后再打优米一波双倒，尤其那波双倒之后，那你后面这个医生跟调酒的救人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是。但是怎么说呢，也是非常感谢他们能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比赛嘛。我们征战深渊的每一位选手，真的都非常值得我们去尊重。是的。对。好，那我们剑火放呢也是准备好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吧。给我拿我一刀。2个罗胖，2个都交了，我死了，谁救？我死了，没让。你救吗？他就回去修了。对了。你演个圈。能救。好，救。好吗？哎呀，做不到啊。没事。哦，走，帮我扛，哎，对，就继续溜，没关系，不用管我，你都没事，就硬点。我死了，我70。是让我们重新看了刚刚那一把操作，两支队伍之间的一个沟通啊。是的，非常精彩的一个对抗嘛，以及说选手们之间的一个交流，是对吧？那个也是最终的话，朱这边去拿到了一个胜利嘛。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每一个选手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也是非常的积极。对，其实这个陷入到劣势方的一个求生，也是能看到他们拼尽全力去找一些解法，看能不能我自己再操作一下，我再秀一下，把这个局势给挽回。不停的在博弈，去创造一些机会嘛。是的。其实说对于后面局势的一个判断嘛，说这一波可能需要你怎么样去帮我一下。好，来看一下我们本场比赛的最佳演绎。今天感觉还是比较难选啊，求生跟监管的发挥都非常好。是，给到了中选的监管者这边，对他的4抓也是非常的关键呀。是，局军演绎得分的话也是10873，局军接到5.5次，局军破坏3块板子，局军淘汰3人，也是我们本次深渊的第1次最佳演绎。没错啊，他使用了一把抬右手，一把梦之女巫。那梦之女巫那一局呢，也是果断拿下一个4抓，对队伍的一个胜局是奠定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主要也是抓住了说，这把正好是他们选图嘛，选了一个湖景村。那你们对于我的一个角色池实在是有点防不过来，我还是有很多抓机会的点。他们这个战术执行的也是非常到位的。是，首先他那个艾维也是被直接尊重掉了嘛，还是因为中选的一个控场型监管实在是太出色了。没错。但是现在这个版本的话，不管是求生还是监管吧，可能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是啊，你越去考虑越多，你可能更会去忽略掉一些点嘛。对。所以说他也是成功的抓住了对手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赛后采访也是我们继续，让我们把画面交给主持人。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月明。首先恭喜 FPX 朱雀战队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我们邀请到了少天和3岁来到赛后采访环节，先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朱雀的3岁。大家好，我是朱雀的朱耀天。欢迎2位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恭喜2位拿下比赛。第一个问题来问一下大家，今天求生这边配合的是摧枯拉朽啊，问一下整体打下来感受怎么样？刚刚在台下说要细品的，我觉得3岁的预判闪现很厉害哈。值得细品，确实是。那来到我们的永眠镇这张地图啊，先来问一下少天，咱们那个机械墓地外的这个娃娃扛刀绕娃2人转太秀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要点是什么？运气好。运气好，这个也是很值得学习的哦。那接下来来到了我们那个盖板砸头和电车配合那一波，也想问一下那波的小巧思，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呢？看赛事的视频看多了，砸完板子能有电车撞，然后学到了。了解了。刚刚在台下说看到监管一只脚已经踩在板里了，感觉不盖都有点难受了。那接下来其实监管者也是换节奏换到3岁这边嘛，想问一下当时队内的预判或者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我有大心脏，尽量我死。了解。其实记者真的非常非常秀啊！其实2位的这个娃啊，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们6个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那其实开门战这一波的时候，当时之前啊，我听远是不是说救人有一点紧张，压力有点大？因为我刚刚在台下有听到，但其实那一波他的那个密码机是已经压好了，这是什么个情况？对面的操作很厉害，就是有点害怕嘛，紧张。了解了解。那开门战的时候，其实也是3岁，我看到，没有任何多余的想法，一头钻进了我们的墓地啊。想问一下，咱们当时的那一波队内给了什么任务吗？把他幽闭脱掉，然后挂久一点。确实是啊，完成了任务。那来到湖景村这张地图，也想问一下，我们东玄打得太厉害太厉害了，也想问一下求生者，看到哪一波的时候，觉得这把应该有了呢？你说。抓大后就有了。了解，确实是很早期的时候就感觉有了。不光大副那一波，其实后面园丁的那一波救人狗也非常非常关键。那来到我们求生者这边啊，先来问一下最后这一局选出来的阵容，医生调酒感觉像永动机来的，好富裕的一个阵容啊。当时是没有一个突破口的。对于这个阵容选出来的话，感觉有打出自己想要的效果吗？有的，不追我就有的。这个意思啊。那也是问一下3岁啊，我们开局的时候一个磁铁弹进地下室啊，什么时候开始盘算这个小巧思的呢？排位就在用。了解了。那对于这样子的操作，你有什么想说的呢？要想打出好的操作，必须有一款好的设备。对，没错，对，我们这个赛事的设备就是非常非常的赞啊。那接下来呢，也想问一下，其实勘探淘汰后啊，因为真的溜得非常非常够啊，2手节奏的时候就已经亮机了。开门战的时候又有一波拉扯，问一下少天，咱们开门战那一波拉扯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多刷点数据吧。这个情况，意思是刷数据的情况已经在想这个事了，真的打得非常非常秀啊。那最后呢，也是请2位来给一直支持自己的粉丝讲2句吧。谢谢支持，继续加油！谢谢，感谢2位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再次恭喜你们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今天的4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接下来让我们把画面交还给解说席。好，也是感谢2位选手，也感谢我们的主持人啊。看得出来，就是拿下了胜利，但是我们选手还是非常的沉稳。对，主要是大家的路啊，它还都蛮长的。心情肯定是又开心，但是对于后续的一个赛程也是比较有压力嘛。也开始紧张起来了，想着我们后续已经开始盘算，说我怎么样去应对后面的一个对手。对，但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现在也算是松了一口气，对吧？起码今天的一个表现也非常好，大家也看到了他们的一个准备。是的，那能够继续走下去，队伍的话也是有下一周的一定的时间去调整一下嘛，对吧？是的，相信他们也会在后面的比赛里面越打越好的嘛，对吧？我们深渊每次都是这样，对吧？在前面的一个比赛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但越到后面越来越精彩。对，主要也是我觉得所有队伍随着这个场次的一增加，他已经是熟悉了我们的一个比赛节奏了。是的，深渊版本他们也是完全适应下来。所以的话，相信观众朋友们也是非常期待后面的一个赛程嘛。是，我们明天还有非常精彩的对抗啊。明天就到了 B 组这边，先看看胜者组，再看看败者组。大家的一个压力也都非常的大呀。对，都是现在在败者组的每支队伍嘛。是说这周如果说继续落败的话，这周就已经会产生几支淘汰队伍。是的，因为肯定都希望说我能够去比较顺利的进行一个晋级嘛。对吧？但是如果说前面也是不小心失败的话，那现在在败者组里面就得去做好一切的一个准备应对了。是希望明天大家都拿出最好的一个状态去应对啊。是的。那对于胜者组也是来讲，如果再赢下一场的话，其实距离我们的一个晋级名额也就差1步了。没错。所以说现在就是也是期待一下明天的一个大家的发挥吧。对吧？就这几天看下来的话，真的是我们的深渊非常的精彩。是的，从各个方面吧，你像我们这个版本大家求生者的一个配合，对吧？监管者角色的一个选用，以及说大家用各种各样的一个监管者去打出的那种上限、那种操作。对啊，像我们今天看下来，包括这几天的比赛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体系，我们也见了很多了。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今日赛果。那么今天的话，一共是4场比赛。第一场的话也是总勇对阵宾达 BG， 是宾达 BG 获胜。第2场的话是成都记忆对阵 ACT， 由 ACT 进行一个获胜。第3场的话是 X Team 对阵 IVCC， 由 X Team 获胜。然后第4场的话是 CJ 对阵朱雀，也是由朱雀获胜。
看一下现在目前 A 组的胜者组情况。那接下来的话也是由北京 WBG 会对阵到 ACT， 这两支队伍谁赢的话，会直接拿到我们 A 组的一个胜者组晋级的名额。哇，真的是距离我们的一个最终的晋级只差一步之遥。那看一下败者组的话，其实要打的比赛就多一些啦。上半区的话是ZOO会面阵到 X Team， 那下半区的话是朱雀会面阵到成都 GG。是的。没想到兜兜转转，可能还是那些队伍在对抗，这也是让我们更加期待了后面的一个赛程啊。那看一下 B 组的目前情况，是的，是明天会看到胜者组的第一轮是 T1 对阵到 ZS Link 啊，下半区的话是 GR 面对到 GW 跟 GW 都是一些让人期待值拉满的比赛啊。是的，然后以及我们败者组这边，第一轮的话也是 VRS 对阵斗舞，然后第二轮的话是第一轮的话也是迪迦对阵这个 DFXGT T。是的。现在我们这个已经是逐渐的，当然把状态都拉起来了嘛。所以说，就算是拿到了胜者组名额，你也可能会被对手给干掉，对吧？那虽然说我可能进入到败者组，但我这个手感火热之后呢，我也能打回去。对，哎，包括说除去败者组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复活赛嘛。是的，所以大家的一个机会比较多，但还是很要求尽量能够把握住接下来每一场比赛。没错。现在这个比赛的话，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白热化的一个阶段嘛。是让我们期待明天的比赛了。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主办方网易游戏、第五人格对 COA 的大力支持，也要感谢官方合作直播平台 CC 直播、哔哩哔哩直播、快手直播、虎牙直播、斗鱼直播、抖音直播、小红书。官方合作媒体人民电竞、有酒网、1000字节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柠檬多多多，多多柠檬茶，果子熟了多多柠檬茶，邀你一起多多干杯，为选手助力，为赛事喝彩。全鸡配汉堡，华莱士吃好，吃华莱士颇以炸鸡迷局，上华莱士自助点餐小程序，吃蛙大蛙香脆炸鸡，灵魂炸鸡神演绎，美味一站全破亿。感谢第五人格赛事特约合作伙伴百视通，通过 IPTV 互联网电视、有线数字电视等平台的百视通云电竞专区收看全程赛事。没错。哔哩哔哩深渊大舞台征稿活动现已上线，上 B 站看 COE9， 即日起至2026年4月12日，带第五人格 COE9 话题或其他活动话题投稿赛视频，满足投稿量、播放量、点赞等多个奖项条件，万奖金等你来拿，持更新猛涨粉，奖励还有加码。相信你一定对全民 COB、复盘锐评等赛事栏目非常熟悉，而站内还有超多有意思的赛场视频等你来看。更有你喜爱的选手们开启直播放送，没事儿多来看大家的排位日常哦。扫描屏幕相关二维码直达活动页。快手第五人格 COE9 征稿活动现已开启，即日起上快手带指定话题发布第五人格赛事相关视频，万元奖金、100万流量激励等你来拿。辉煌共筑不朽传奇 ，IVL 官方出品的电竞收藏卡第五人格赛事双卡 IVL 2024秋季赛全渠道火热发售中。视觉锐意革新，工艺极致淬炼，方寸之间封存传奇，历史换回激昂记忆。感谢官方内容合作伙伴网易大神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上大神看 COA， 完成观赛任务即可兑换大神专属 COA 应援礼包，还有灵感碎片等多重游戏好礼等你来拿。看赛事评分榜，锐评 COA9 新鲜事，参与赛事竞猜，更有机会赢西史时装购至今，快上大神 AP 参与吧。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守护人在中场，有闪了，有闪了，有闪了，莫老师，快死了吗？不一定，不一定。往前走，往前，我再回板子，我再回板子，我再回。杀我！小鱼两个不交分也没了。没挡，交了！你可以先起扛，一起扛。到小门，我太万事小门了。不要离目的太近，不要黑球打了。交道具，别换别死。交了，不会死。没问题，我直接往回冲了。不用保了，够了。补医生的。